今天就由我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心理系的地盘吧。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心理系的系办。那我们的系办呢，是系秘书以及系主任平常办公的地方。如果同学在校内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来找系秘书询问哦，也可以来系办坐下来聊聊天哟。来，让我们看到这里，这里是我们的临床心理实务暨研究室。那临床心理研究室呢，是一个可以进行团体以及个别咨商的空间。在里面呢，还有2个隔间，一间是个别咨商室，而另外一间是观察室。在中间呢，有一面大玻璃，从观察室看过去是透明的玻璃，但从咨商室的话，它就是一片普通的镜子。再来介绍的是呢，我们的研究助理室。那研究助理室呢，是各个科目大致上都会安排1位助教。这间办公室呢，就是助教们平时待的地方。同学们也可以来到这里跟助教讨论课程相关的问题哟。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我们的系图。系图呢，也就是系图书馆。这里拥有许多心理学相关的期刊论文及书目，也是同学们课余放松休息的好去处。每个实验室都会有专业的老师以及尽责的研究助理们。这里是我们的生理与知觉实验室，里面有许多协助实验的仪器，比如生理回馈仪，它可以测到各项生理指标，比如说呼吸频率、心跳、皮肤温度以及皮肤导电。首先要清理皮肤上的角质层。我们需要先测量大脑的终点，有带法试者记得先拿下来，以大脑终点为基础去测量其他区位。再看一下这个，看一下那个电极有没有接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准备开始进行生理回馈仪的实验。前面这边是他在进行联想的时候的脑波，就是我们给他一个词让他进行联想，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脑波会呈现这样子。各位同学，大家好。你们知道真正的心理测验长什么样子吗？让我们来带你们看看心理系的宝库吧。走！哇哦，你看看我们心理测验满满的柜子，是不是很像图书馆一样啊？简单介绍几个主要的测验啦：人际关系量表、生涯量表、性格量表，很多种都有。各位有没有听过5大人格？你们知道5大人格是什么吗？这其实是一个心理系专业的测验哦。OK， 这个专业的测验啊是英文版本的，而且它有很多的版权。OK， 有的这个是成人版的、青少年版本的哦，相当多的版本。如果有机会进到心理系来的话，老师在课堂上慢慢跟你们介绍。我们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是这一台眼动仪，是我们注意力研究的明日之星。这台眼动仪的话，它主要是用于记录眼动的所有历程。现在目前很多的研究啊，他们都会使用到这一台眼动仪，像是比如说研究过动症患者或者是一些正常人的注意力轨迹这样子，像是过动症患者他们的阅读的轨迹可能就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这样子有跳式这样，他们是上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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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会没有办法注意，应该是蛮正常的。眼动仪机体的部分，这一台眼动仪呢，它的型号叫做 SR Research iLink Portable Duo，这一台不便宜哦。那这一台的规格，它主要是它的解析度是2000赫兹，也就是说，它每秒可以记录到你眼睛的2000个眼动资讯，代表说你眼睛如果有办法在这1秒内动2000次的话，它全部都会记录起来。那今天跟你们介绍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实验室呢，目前研究的主题大概有药物成瘾、有创伤创伤后症候疾患过去也有做过躁郁症忧郁症的研究。那现在跟大家介绍这个空间是我们的共同仪器室。那这边呢，你会看得到很多就是这个生物安全生物的这个 workbench 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会有一些仪器设备比如说我们会在这边泡药配药然后也有这个就是2滴水然后1级水我们到时候要做一些实验做脑的细胞染色等等都会在这边做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设备有瓶瓶罐罐的啦同学们也会在这边做实验。那这里有个抽风柜我们会进行做一些所谓的这个灌流或者是脑就是大脑的这个固化因为我们这个领域都是在做脑跟精神疾病的一些关联性所以我们就在做这方面然后这里有冷冻机然后也有这个这里看得到一个这个我们的药品柜我们很多的药品因为目前都会就用这部分这样子我们这边看这里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备啦比如说还有拨片亮拨片的一个拨片箱然后有气体麻醉机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立体定位仪还有这个就是光机这是我们的实验室的一些介绍然后有显微镜有显微镜，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仪器设备做一些那个脑内的蛋白的染色的设备然后也有这个 micro 排配那个微量滴管好，可以再往这里面走那我们这里目前这个空间其实是一个中央走廊这中央走廊我们是让外面的空气吸进来然后再把这空气吸进去到里面我们两间的饲育室饲育室就是饲养老鼠的地方一间是小鼠，一间是大鼠。旁边走道上有一些我们行为的一些设备目前一些设备我们有些设备要自己做我们都是用动手自己做那如果同学们未来有兴趣那也可以来我们实验室走一走看一看欢迎各位的加入谢谢。